哎，我去，太香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锤。眼看着到这个时候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所以呢，从这期开始呢，我会更新几集年夜饭适合做的菜。那么有这种大菜，也有下酒的这种小菜。如果大家回家和家人团聚的话，在年夜饭的时候可以亲自露一手。哎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团团圆圆过个大年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第一道菜呢，先给大家做红焖羊肉啊，红红火火的，我们过大年。做红焖羊肉呢，也是羊的很多部位都可以用，羊排、羊腿、羊腩都行。那我今天准备的肉呢，嘿嘿，不少啊，一大块羊后腿肉啊，大家看一看，带肥的啊。你看，另外我还准备了一些羊排。好，这两种肉我们掺着来哈，先把它做处理。你们看这个羊排和刚才我拿的那个羊腿上啊，表面都有比较厚的一层肥膘。这个肥膘呢，我们要给它片下去一点，这样吃的时候就不会特别腻。但是这些膘啊，你片下去之后，先别扔，一会儿有用。像我这样啊，这个比较肥的地方呢，我们就要切掉一些，也不要切的特别干净啊，差不多这样就行了。这块羊腿肉呢，整整2斤。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这羊腿怎么处理。你看它这个表面呢，有一层肥膘，有一层薄薄的皮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要给它片下去一部分哈。这个肉呢还没有完全化开，但是恰恰是这种状态，其实适合先用刀给它加工的。如果你这些油不把它搞下去的话，一会儿这个红焖羊肉出来之后啊，表面就是一层厚厚的羊油。现在咱们这个肥膘片的差不多了哈，我就留了薄薄一层。那么接着我们给它改成大块大块小呢，依您个人的喜好哈。这个红焖羊肉本来就应该是大块朵颐的，大口喝酒，大块吃肉嘛，所以咱这块呢不要那么小，大概3公分。这羊肉做熟了之后，它还会收缩哈，所以不要觉得这个块很恐怖。那红焖羊肉的炝锅料是什么呢？我也给大家提前准备好了。葱姜蒜啊，大葱我们就切段，有2/3颗。姜呢，你可以切厚一点的片儿或姜块。大蒜呢，有这么少半头，把它用刀拍一下就行。再来5到6颗的干辣椒，这就是炝锅的东西。有一项重点的环节就是酱料的调制，3种酱啊放在这里，分别是郫县豆瓣酱、剁泡椒，这是做鱼香肉丝用的。你看它的颜色呢，要比郫县豆瓣酱要鲜红很多。我们主要用它的这个颜色。这个是东北大酱，3种酱的比例差不多是1比1比1。然后呢，来点料酒，先稀释一下，这样呢，一会儿入锅炒酱的时候啊，就不容易趴锅，因为酱一旦你火候炒过了，它就会发苦。这个对于新手来说呢，反正比较难掌握啊。我也是吃过亏、踩过坑的，大概这个样子就行了。好了，那我们所有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。好，热锅啊，我们加一点秘制的料油。这个料油怎么做？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啊。那么刚才片下来的羊油，我说你们不要扔，干什么呢？这个时候派上用场。小火啊，我们炼一点羊油出来。用羊油来做羊肉的菜会有特殊的这个香味儿啊。在西北的时候，如果你要是吃烤羊肉串等等，他们都要往上去刷羊油，或者直接把这个串蘸到那个羊油桶里，再出来接着烤。所以说他们的烤串特别香的。好，到这个程度啊，就差不多了。我们把油炸了，把它捞出来了。这时候不要关火，我们把葱段、姜、蒜还有干辣椒下进去，依然是中小火啊，先煸炒这些料。好，这个时候啊，拿一个滤网，里面装上青红花椒哈，我们也把花椒做一个炝锅。如果家里没有这东西的呢，把花椒扔里边炝锅也行，但是要避免它被炸糊。好了，现在当我们的炝锅料啊都有一些焦黄的时候，就可以把刚才调好的秘制酱料啊倒进去了。注意现在还是中小火啊，千万别大。倒进去之后就得煸炒了，把它炒香。好，这个时候火调大啊，放羊肉，大快朵颐啊，羊肉来了。大火快速的煸炒，让酱裹在这个肉上。这个一定要不断的翻啊，不断的翻，让这个羊肉呢表面逐渐的熟了，也避免这个酱扒锅，这样它就苦了。好，这时候我们上点料酒，来点生抽、蚝油、白胡椒粉，加糖啊，我们加冰糖。冰糖呢可以很好的去腥，
能够让这个肉的颜色更亮。同时呢，一会儿我们要往里面加胡萝卜，它也能让胡萝卜去腥。好，这个时候倒热水，先来500毫升啊。来1瓶啤酒，沿锅边慢慢倒啊，因为它是凉的，别把肉激到。肉一收缩呀，一会儿你吃的时候就嚼不动了。分2到3次啊，倒下去。那有人问红焖羊肉为什么不提前焯肉呢？实际上是不需要的，因为红焖羊肉它本身汤的颜色比较深，是不需要提前焯的。那如果你要是做一些清汤的，像萝卜羊肉啊等等这种，你就需要先把羊肉焯一下。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血水，其实就是肉里面的肌红蛋白，而不是真正的血。有一个常识哈，就是如果是血水的话呢，流出来之后会很快凝固，但是你们可以看一看所谓的这个血水，它会不会凝固？这其实是一个冷知识哈。虽然不用焯水哈，要是锅边假如说发现一些浮沫之类的，可以把它撇掉啊。本来我家里边呢是有一些羊排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羊排呢有点瘦。我想再买点羊腿肉呢，混合着炖这锅红焖羊肉。所以昨天我就去了附近的这个清真羊肉店，我说要2斤后腿肉，然后老板娘就给我咔哧一刀切下来，但是呢边角呢带了很多的肥油，她把那一块片下去了，然后给我一上称腰，正好1斤9两。我说您的刀好准啊！但是那1两肥油呢，他并没有卖给我，没有算我的钱。所以当你每次遇到这种特别诚信、特别讲究的商家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心里边暖暖的。放到砂锅里之后，加2包牛羊肉的炖肉料。我今天就偷懒了啊，因为这个炖肉料是超市配好的。那如果大家想在家自己配这个香料的话呢，大概有花椒、白芷、丁香，还有香叶，可以放一些陈皮，还有沙姜，大概是这些。那么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增减，但是一定记住，白芷和丁香一定不要放多，丁香大概2到3粒就可以了，白芷呢大概有我大拇指这么长的一段就够了，因为白芷有很浓烈的中药味儿，如果你放的很多，就变成一锅药膳了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再补一点盐啊，因为刚才其实是没放盐的。然后呢，萝卜就可以放进去了哈。我今天用的是橙色的胡萝卜和黄色的胡萝卜配合着，这样颜色更好看。因为胡萝卜呢经得住这个长时间的炖，所以咱们这时候就放进去，让它跟羊肉一块慢炖。咱们先把这个盖给它中小火啊，让它先温着。炖羊肉的时间呢，大家完全按自己的口味。一般来讲的话呢，你炖30分钟，其实它也能吃了，只不过肉可能比较筋道一些。如果你想吃的那种特别酥烂的感觉，那你就炖上1个小时、1个半小时都可以。但总体来讲，羊肉是一种非常容易成熟的肉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再往里放一些红枣啊，还有一些枸杞，这2样东西符合中医的进补理论，又能够在吃起来的时候呢，中和一下这里面的辣味儿。盖上盖，继续炖。红焖羊肉啊，这还用我给大家试吗？看这样子肯定好吃啊！你看这个肉都嘚楞嘚楞的啊，我大概炖了有40多分钟吧，因为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烂的羊肉。这配，哎呀我去，太香了！有一种非常浓郁的辣椒，还有就是炒的那个酱料的味道，非常鲜。刚才是一块羊排哈，这是一块羊腿肉。很嫩，这块羊腿肉偏瘦，但是都炖烂了，很入味儿。你们看这个米饭，浸满了汁水。其实这个菜呢没有太多的油脂，因为我把大部分的油脂都片下去了。我们的汤里面又放了很多的萝卜，所以说这道菜实在是又横又爽，又有营养又好吃。好，过年大菜啊，我们今天就以红红火火的红焖羊肉作为餐端。后面几期呢，咱们继续。新年一天比一天近了，祝大家越来越好，拜拜！吃好每顿饭，过好每一天。